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访谈录。今天是2020年的5月23号，星期五啊。那今天来讲讲你们最渴望知道的事情啊。这个消息呢，可能是你们出国逃离奴隶国的最后的机会了。本来呢，这个视频呢，我是只给我的会员观众朋友们看的，因为这个消息和思路啊比较重要，可以改变现在墙内很多观众的生活现状，甚至改变他们的命运。但是面具人呢，我又一直很讨厌白吃白喝白拿的那种只想着占便宜的中国人，我不愿意给他们提供这些讯息，让他们这些蛀虫再跑到西方社会西方世界去害人，懂吗？你可以看到，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占便宜的，最不愿意付出代价的族群。结果呢，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悲惨的民族啊。首先呢，面具人我要表达我的立场和观点。你们在看我的影片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要想出国，要想改变自己的生活，首先你要弄清楚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出国难道仅仅是为了去享受人家的自由民主好生活，去摆脱自己的苦难，然后呢自己就吃吃喝喝混日子，内心还是那种小市民思想，去占别人小便宜，自私刻薄的这种蛀虫思维的话，只想享受民主好生活，却不愿意去尽自己普世价值的义务，只想占便宜，只想白吃白喝白拿，那这样的中国人呢，你就洗洗睡吧。这种中国人如果大量的涌入民主社会，最终呢还是会把民主社会改造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对吧？或者说把民主的家庭改造成共产主义家庭的，这一点呢，你可以看看香港或者台湾的陆配家庭，你就明白了。可能香港人、台湾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啊。大陆人出了国了以后，其实就是为了想要给自己混一个好生活，他们完全不具备民主思想或者普世价值，还是喜欢盲目跟风、占小便宜，还是这种状态的话，我劝你还是别出国，就在共产国家好好待着就行了。存在即合理嘛，共产党就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的展现。中国人呐，谁去当官，结果都一样，都是占便宜、贪污、坑人。你自己内心的牢笼你不摆脱的话，你走到哪儿，其实你还是共产主义。那就赶紧关掉视频，洗洗睡吧，不要看我这个消息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好人，为这个美好的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的话，人人有责出一份力，希望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影片告诉你们一些机会，还有一些思路，也许你们用得上。现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出不了国了嘛？收护照了，不让出国了，不让通航了嘛？但是呢，现在有出国的机会了。面具人，我发现了一则新闻啊，我还核查了一下，先是从国内微博报道的这个新闻，你看一下啊。希腊政府周三公布，期待已久的希腊旅游旺季将于6月15日开启，届时季节性酒店将陆续开业，首批外国游客也将陆续抵达。希腊政府宣布，自6月15日起希腊将再次向外国游客敞开大门。该计划将从具有良好流行病学特征的19个国家开始，这些国家在遏制新冠疫情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这19个国家包括塞浦路斯、以色列、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挪威、丹麦、奥地利、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波黑、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等。而从7月1日起，所有来自外国的游客都将有望获批准进入希腊。那希腊旅游部长这个叫啥？我看不懂啊，反正就是希腊旅游部长说，从6月15日起，上述19国的游客最初能通过雅典国际机场入境希腊，而从7月1日起，直飞希腊其他机场的国际航班将恢复运营。希腊全年酒店将于6月1日恢复营业，夏季酒店将于6月15日恢复营业5月25日将取消对私人游艇旅行租赁等限制。因为国内的新闻呢，面具人我认为呢，一般是不太可信的。确实呢，国内为了粉饰太平，很多的新闻呢，它的真实度都很垃圾。然后呢，面具人我又去外面的网站外网专门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个事情。我在法新社呢找到了相同的报道。法新社雅典20日电，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今天说，希腊将自6月15日起重启旅游季，并将自7月1日起逐渐恢复国际航班，以在防疫封锁措施解禁后振兴经济。米佐塔基斯在电视播出演讲中说，观光期将自6月15日开始，届时季节性饭店可以重新营业，
飞到我们境内观光胜地的国际直飞航班将自7月1日起逐渐恢复，我们将打赢经济战，就像我们成功对抗疫情的那样。观光部长奥塞查里斯说，5月底将宣布可恢复希腊航班的国家名单，指出雅典将把重心放在振兴从巴尔干半岛到波罗的海的观光前线。那这样呢，面具人我就确定了，希腊这边恢复国际通航和旅游的事情是确有其事的，但是具体会不会实施，我们还要看接下来的动向。那说到这儿了，就有人问面具人我了啊，说啊，对，希腊现在恢复旅游航班了啊，虽然说希腊现在可以让人过去了，但是现在国内不给办护照了呀。那面具人我告诉你啊，在共产党国家啊，只要你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办护照不给你办，只能说你没有路子。你要是有路子，有熟人有关系，塞钱办事嘛，给钱办事嘛。这是一个网友给我发过来的，说他家人去办护照不给办，然后呢，工作人员给他了一个这个单子，你看一下啊，除了这种情况都不给办，理由是因为疫情啊，但是这个单子有特殊的绿色通道可以办。哎，我就奇怪了，疫情和办护照有啥关系？你就算现在因为有疫情了，你办了护照，你等疫情过去了以后再用护照不就行了？为啥疫情现在就不给办？就算办了，我现在也出不去啊，等能出去的时候我再用护照嘛，不影响嘛，对吧？那为什么现在不给办护照？实际上就是等于疫情只是借口，就是不给你办，怎么地了？我党牛逼，服不服？但是面具人，我看到这个单子以后啊，我发现了一些漏洞。那这个就到了考验大家智商的时刻了，哎，考验你们认知能力的时刻了。你看这个单子，这上面说到了奔丧啊，治疗紧急重症、探望危重病人、处理境外突发事件、参加紧急会议和谈判、签订合同的时间临近、留学报道的时间临近、前证件遗失损毁，这些都在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只跑一次的制度的紧急办证绿色通道事项清单里面。绿色通道懂不懂？那面具人我看到这张图了以后，我就逆向的思考了一下，虽然说这些紧急情况才能去办护照，那就代表是不是还是能办的？我是不是只需要找对里面的某个关系某个人，然后再给他一些钱，让他把我按照这个绿色通道里面的情况之一，哎，去办这个护照，不就对了？不就能办了？那这中间的操作性还是很大的嘛，操作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吧。那说到这儿了，有些垃圾人就会想，哎呀，我花钱找人办事，把这个护照就算办下来了，万一到时候还是不开放，哎，我还是走不了，那我这个钱不就是白花了吗？面具人，我还是那句话，愿赌服输。你又想享受民主的好生活，又不愿意去奋斗，又不愿意去付出代价，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哎，白吃白喝白拿，别人都是傻子，就你聪明。还是我那句话，哎，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占便宜的，最不愿意付出代价的民族。结果呢，中国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悲惨的民族。你看健康码、狗链、数字货币、人造韭菜、无性繁殖，现在通通的给你用在中国人身上了。时至今日，你们还没有吃够白吃白喝、白占便宜的思想的亏吗？既然你想要去向往美好的生活，你想要去追求，你就要去想尽一切办法去增加这个可能性，去实践它，而不是在网上当个喷子打嘴炮啊！你想当喷子打嘴炮，你再过10000年啊，你天天就喷吧，你就骂吧，你就当一个喷子，当一个网络红卫兵，哎，天天打嘴炮，你再过10000年，你的生活状态也是不会改善的，你的生活只会变得越来越差。你还不想付出就想拿好处，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反正面具人我从来不信这种白嫖的占便宜的这些东西。那好，接着说，刚才说了希腊开放旅游了吧，对吧？你有护照的就不说了，肯定能，哎，到时候能用得上啊，盯住这个机会啊，到时候直接出就行了。你要是没护照的，现在赶紧想办法啊，去找关系去办护照 ，OK。即便是到时候出不去，还没开放，你护照在手，只需要等待机会来了，你随时都能用得上，总比到时候能出去的时候，你手上没有护照要来得好，对吧？你那个时候要想再办，那就晚了，说不定国家连绿色通道都不给你，那你真的是自己自作死，活该自作孽，对不对？那好了，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们就确定我们下一步的目的地。现在最近的能去的，最快的是希腊，对吧？那你可以先办旅游签证去希腊，对吧？无论如何，先保证你人先出来。当然了，你真的决心要移民了，要和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高科技奴隶社会说拜拜了，
那你现在就可以去考虑是否处理你的房产了。你是想继续在国内过中国梦，好生活，厉害了我的国，还是说去清算国内的资产，去希腊移民，都是你自己的自由，懂不懂？面具人，我只告诉你思路，我不给你们提建议和做决定 ，OK？ 不要整天问我面具人，哎，我该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做？哎，我这里的频道是提高智商的频道，不是洗脑的频道，我直接告诉你了方法，就是给你洗脑了，懂不懂？反正呢。就是这段时间呢，你们自己可以去收集各方面的资讯，去询问这些专业的人士，然后看准风向，做好准备，一有机会就突出重围，突破出来，懂不懂？有备无患。等你旅游到了希腊以后，你可以选择是否移民，或者在这里面多待一段时间。前提是你国内要有足够的资金。那很多人问我了，现在的钱汇不出去咋办？汇不出去，你找国内的这些什么移民中介呀，他们有的是办法，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对不对？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希腊移民的这个内容啊。希腊移民呢是需要买一套不低于25万欧的房子就可以移民了。那希腊25万欧购房移民的项目主要是给年满18周岁以上的申请人，通过购买希腊25万欧以上的房产的方式，让主申配偶、21岁以下的孩子和夫妻双方的父母，一家3代都能拿到希腊绿卡，可以享受希腊免费的公立医疗和公立教育，并且可以通行26个申根国。希腊移民可以说是所有移民国家中门槛最低的，也可以说是对申请者没有任何额外要求的，只要是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的是成年人，有经济实力，购房价格不低于25万欧元的房产，就可以全家所有人拿到5年期的居留卡，只要房子不卖，身份就可以一直拥有。你看很多中国人认为哎呀，这个钱呀，25万欧花出去心疼了呀。那你们这些傻叉呀，怎么不想一下，你买了一套房子了呀，你花25万欧买了一套房子呀，还是永久产权的，还是有民主、自由、健康的生活附带的。你国内25万欧在广东、北京上海，你能买个多大的房子？你能买个厕所都不错了，是不是？估计都难吧，买个几十个平方的都难吧，是不是？而且你们在国内买的房子只是70年的产权，这个房子它并不是你的，你只是能使用70年，懂了没？跟希腊的不一样呀，人家永久产权，祖祖孙孙子子辈辈不用再去愁买房了，一直能传承下去，对不对？你们智商有问题，不会算数吗？要是不会算，赶紧洗洗睡啊！而且希腊的教育制度呢也是非常好的。希腊历史上出现过众多的贤者和大师，艺术家、文化人，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名人不仅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智慧文化财富，更是奠定了希腊的科学先进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除了传统的公立教育之外，希腊还有着众多的英美著名的国际学校，可以给孩子带来更多元化的教育选择。当然了，希腊的气候和环境都是极其舒适的，有美丽的沙滩、碧绿的海水、历史气息浓厚的名胜古迹。以后呢，你住在希腊你就可以享受慢悠悠的悠哉悠哉的健康好生活了。至于很多观众又想着，哎呀，出了国了怎么生存呀，怎么找工作呀，或者做什么买卖呀？你看呀，你看面具人，我说了，你们要是这种蛀虫思维，就不要去看我这个片子了。你想那么多问题，你是奴隶韭菜当习惯了吗？干什么事情都要别人给你出主意，整天盼望着你的主子给你10号命令，给你出主意，你自己长脑子是干嘛吃的？那要不要我再给你脖子上挂个大饼，嘴上塞个奶瓶，再给你胯下装个电动尿壶，这种全自动化一键解决吃喝拉撒的东西呢？那现在有钱的、有办法、有能力走的，就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资产和想一下后续的实践办法了。那没钱的人呢？有些话呢我也不能讲，毕竟我不是搞这个的，我只是看到了这个新闻，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的讯息，我也不是中介，我也不靠这个吃饭。面具人呢，这里只是看新闻提高智商的频道只是今天刚好有这个新闻，我就顺便给大家播报一下，并不是说拿这个当商业用途如果说有什么想要这个问的，你们去问专业人员你问我，我也只能给你说一点我的看法。那中国以后的路怎么样？怎么发展？中国人以后过得好不好？反正面具人我是不看好，因为你现在真的认为是中国共产党被削弱了吗？
反而呢，共产党它进一步的顺水推舟的用健康码、奴隶币、数字货币、DCEP 市民码、取消中介、取消个体工商户这些东西，一步一步的将中国人严防死守了起来，用狗链把每个中国人都拴了起来。甚至我昨天的节目也讲到了，居然还要搞无性繁殖、单身繁殖、人造韭菜、体外胚胎培养的这种技术。这些都是习大大、王岐山一直搞出来的高科技啊，厉害到我的国。然后呢，你看啊，现在的小孩子生下来啊，就被恐怖主义洗脑，搞什么黄极光堵枪口啊、炸碉堡啊、铺手雷啊，用身子顶轮胎的这类方式去教育孩子啊。那再加上毒奶粉、毒疫苗、地沟油、毒空气，你们这些傻叉是有多大的心啊，才能去爱这个国呢？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们要明白啊。我说的这些苦难呢，都是和我开头讲的中国人的蛀虫思维，白吃白喝白拿，不愿意付出代价，自私，不愿意互相帮助，而导致的现在中国成了这么一个地狱社会啊！别以为这个社会发展到现在都是共产党的错，其实每个人都有错。中国人啊，一旦啊生活好了，他就会忘了本了。就像很多人啊当了官以后反而去压榨老百姓，就像很多人啊移了民以后虽然逃离魔窟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想着去帮助启蒙国内的苦难同胞，反而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优越感，秀优越感，拍照片发朋友圈装逼炫耀，这些有钱人拆迁户当官了天天装逼炫耀，他们会更加歧视国内的同胞，甚至还去压榨他们、欺压他们、欺骗他们。面具人，我虽然也整天骂中国人，但是你们看我在做什么？日复一日的，我是在跟大家分享经验，一起提高智商，对吧？你看过我的频道有 PO 过二维码了，你看过我的频道有 PayPal 打赏的这些链接啦，对不对？我搞过募捐啦，对不对？没有普世价值的事情啊，没有普世价值的人啊，这种人啊，出了国也没有用，因为地狱就在你心中，你所到之处就是地狱，蝗虫过境，寸草不生。就像很多人问我问题啊，给我留言，我没有及时的回复就骂我。我先说一下啊，每天几千个留言，我确实是没有办法全部回复。我每次节目结束之后都说了，会员有专属头像啊。观众给我留言，我不一定能看到。你问我问题，我是可以回复的，但是呢，那我也得能看到，是吧？我每次节目结束的时候都说了，会员有专属的头像，你问我问题，我都是可以看到、可以回复的。因为油管也有专门的分类的会员的留言区，专门可以分类搜索的，所以呢，一目了然。还是我那句话，我看到了我就会回，没有回的、没有回到你的，我有啥办法？没回就没回了嘛。你又想白吃白喝白拿啊？我再给你服务上，我视频再给你拍上，然后再跪到地上把你叫爷啊？可能不？你可笑不？还有，我看到某个 UP 主啊，我就不点名批评了，要搞什么字幕联盟啊，叫网友帮他做字幕。面具人，我做视频，我知道，其实做字幕是一个很辛苦、很痛苦的事情。你要听，然后你要打字，然后还要校对这个时间线啊，对准这个嘴型，这是个很复杂、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你看，面具人，我的视频、我的字幕啊，都是用机器翻译的，有一些错别字呀，嘿嘿。那我想告诉你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既然让别人帮你搞字幕，那你就承诺给人家相应的报酬，好不好？啊，你给不给啊？是尊重人家劳动力啊，你给不给是一回事情，人家要不要是一回事情。你给不给是你的事情，人家要不要是人家的事情，懂了没？面具人，我虽然雇不起人专门给我打字幕，那但是我也用机器去翻译字幕了，我也用的是付费版。都是按分钟收费的，一个节目下来10几20块吧。所以你说我能赚多少钱啊？我又不搞打赏，我又不搞这个 PayPal， 我又不搞二维码，我又不搞募捐的。大家都想用这免费的东西占便宜，白吃白喝，那就会造成大家都占便宜，互相占便宜，最后呢就是互相坑害，一个人坑一个人啊，那就会导致大家的钱都不舍得花，大家只想坑别人的钱，然后呢就是市场流通性差。然后呢，就是你看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中国的地域社会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的。那你想一下啊，你这样想，是不是我给人家付费了？人家帮我翻译字幕，那我也解决了人家收入的问题，那我也方便了我自己，提高了我自己的效率，对不对？那你某博主天天为人师表、心灵鸡汤的人生导师，那你也给人家点钱呀，尊重一下人家的劳动力啊，是不是也等于帮了人家呢？对不对？啊？
那我搞字幕的这个费用也不低呀，按分钟收费的，算钱的，一个节目也几十块钱呢，二三十块钱呢。那你为啥不给呢？啊，你这个大博主为啥不给呢？比我厉害的多呀！大家都是挂在嘴上的精神导师嘛。那你看面具人，我搞字幕，我掏的这个钱也不少呀，按分钟算钱的，一个视频几十块钱呢，哎，二三十块钱呢。那你这个大博主比我强得多的人，哎，让人家免费给你弄字幕，你咋不说给人家点报酬呢？对不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是嘴上的精神导师嘛。哎，出力出钱不可能，出一张嘴，割个韭菜赚点钱，忽悠一下香港人去送死，然后制造一个大新闻赚点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要让你们明白，逃离魔窟是一个方面，摆脱你内心的地狱才是重点，否则你所在之处便是地狱。那说到这儿了，我又想来吟诗一首了。千错万错他人恶，我自有我好处拿，万般便宜皆要占，画地为牢终害己。好了，那么今天的面具人谈金论金就差不多了。那么面具人我口播一下，完全符合油管的创作规则。面具人的油管官方会员频道开通了，想要看到更多的政治和科学、心理学、家庭教育类的节目，就欢迎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加入面具人的会员频道。那本月是开放月，开放月过去了以后那就是这个月月底那有些视频呢，你就只能在会员频道看到了，并且面具人也想通过您对会员频道的支持，真金白银的帮助到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那具体方式可以点击内容简介的会员频道链接看宣传片，或者是点击视频下方的加入按钮。那已经加入了疯狂面具的朋友或者是宁静的面具的朋友，赶紧给我留言，方便加入会员的专属群组。因为你加入了以后，你就能获得这些可爱好看的面具人专属的特色表情头像，大家都能看到，你留言我们都能看到的。那好，我们下期再见。